收官已过4天的玉骨遥，不少人还沉浸在大结局中无法自拔。虽然官方已经确认大结局是 B， 但是这样的结尾无疑是开放的，又留下了意难平。本是一世独立，被异族郡主拉下红尘，风姿卓绝的世子石隐没有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只能在每年寒微花开才能回来看一眼他用生命爱着的朱颜。沉浸式追剧的网友认为这是 B 是大结局，想给编剧寄刀片。可极其容易被忽略的一段剧情，石隐在星海云亭杀掉假海皇纸鸢，赶来的朱颜目睹这一切，拾起纸鸢的剑，指着教他术法赠他玉骨的石隐，说出我恨你。石隐心如死灰，还在朱颜想耍脾气时，石隐竟然用枯木逢春之术还原了断剑，并且刺向了自己心口，当场死了。这样杀法果断，要亲眼看到女主为自己难过的男主和朱颜同时得到了白月光诛杀志的女主，在国产剧中还真是难寻其二。真好，以后就按这样拍，别极限拉扯几集，观众看着也急。后面朱颜参破星回血式救回石隐，这个法术对操作的人折损巨大，还要共享寿元，从此同生共死。在流离幻境中，石隐为救苍生，选择与破坏神虚瑶同归于尽，让朱颜用玉骨杀掉自己。大战结束，石隐变成花瓣消散，镜头给了寒微花瓣特写与黄天戒指特写。一切回归到正常后，空桑之难已消，回到石隐和朱颜出狱的地方，朱颜终于学会了想学的法术枯木逢春。石隐随着盛放的寒微花出现，既然是同生共死，也算是 T 的结局，更何况在后传的镜双城中也看到死后同寝的墓，哪怕是黑蛋还是很悲凉。这么好的石隐，光阴也不过数十载。这个结局高明在导演用首尾呼应的方式呈现，比常规的黑大结局更唯美更高级。导演蒋家俊也是有点强迫症在身上的。也正是这样的大结局，玉骨遥意想不到的长尾这么快就来了。用时19天火速更完，也让出了暑假档最黄金的档位。接档的剧预热正常，宣发正常，才发现玉骨遥不仅待遇差，还被打压，但好在赢在争气。按照往常播完的剧热度开始下降，讨论度也跟着受到影响。玉骨遥不仅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全民短视频平台上，相关话题比更新时热度更高，一路狂飙，播放量日增6亿，肖战个人话题与玉骨遥日增量一致，甚至更高。连女主角也得益于肖战任敏的双人话题影响，日增3亿多的播放。收官后，不管是传播度还是播放量都出现了逆跌，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结果。在此之前，黑子一直给这部剧定铺的原因就是播放量不高，传播度不广等问题。不可否认的客观因素，19天没有缓冲的积累期对口碑进行发酵，更别说是播放量了。各种小表格横向纵向的盘点来证明玉骨遥是铺，但真实情况玩的依旧是时间差。看到网友盘点的近5年的仙侠播放量，用18集的播放量来给玉骨遥定铺，大致扫了一眼，同样的集数大多更新了2个月，而玉骨遥40集只有19天时间。这确实会让不明所以又喜欢写对比型的网友传输错误的信息。但现在逆跌的不只是剧，玉骨遥目前的热度也是站内在更剧热度最高的剧。这种逆跌的现象不仅烦不给演员，也烦不给鹅厂的剧了。虽然大多数下榜，但肖战的石隐一角依旧是新媒体指数最高的角色，热度与在更期间不相上下，高达9.31，肖战效应又开始发力了。相信很多人都纳闷，作为超级顶流的肖战，梦中的那片海和玉骨遥同样在腾讯视频播，为何会在前后出现这么大的差别？作为年代剧，热度破3万，进入爆款俱乐部；作为受众人群更广泛的仙侠剧，竟然还无法打破前者的成绩。收官战报上，玉骨遥刷新的鹅厂站内记录比前者更多更强，可它的热度就像被封印了一样。在刷新站内所破纪录与热度极其不一致的情况下，开播后的第2天热度横盘到大结局，哪怕是超点的当天，热度依旧无法突破。也有热心网友发玉骨遥的超点成绩，超出同平台开超点成绩进入拉新年榜的剧，玉骨遥不仅没上年榜，鹅厂还隐藏了台前数据。还是有热心网友不甘心，按照平台在更剧的热度更新阈值做参考，也有网友全天追踪平均30分钟更新一次热度，发现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不管是作为更新时间6点，亦或者是上线高峰的8点到10点，热度不仅横盘，还会出现倒退，这现象堪称奇观。专业的数据虽然看不懂，但是根据网友推算出来的成绩，玉骨遥热度超3万，甚至更高。当然，这份个人推算的数据可信任的程度有多高，并无从考证，也只有鹅厂的程序员才知道玉骨遥的真实数据。但是根据肖战2部主演的作品在鹅厂播，先后的热度区别之大，甚至需要来用压制的方式去阻挡，多少也说明了热度问题真实存在。这一举动着实让很多人不解，玉骨遥是鹅厂的自制 S 加，为何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哪怕是鹅厂内部的人事变动，前后项目负责人不同，但共同的目的是求发展，也不应该以作品为牺牲品来满足私欲。鹅厂真的是标准的又想马儿好，又不想马儿吃草，顶流的待遇也不过如此。不过也能看出来，肖战与平台的捆绑并不深，要不然也不会对他的剧如此不上心。玉骨遥不与鹅厂过往的 S 加相比，至少在2023年的暑期档算是有口皆碑的影视作品之一。作为顶流的肖战，既扛住了仙姿，更扛住了演技，也扛住了口碑。梦中的那片海和玉骨遥一筋一骨无缝衔接，是肖战的扛剧能力再次得到印证。平台压也好，台也好，对于一个有个人 IP 效应的演员来说，选择和被选择已经发生了互换。现在不是看平台选择他，而是他有选择平台主动权。正如这部连正式预告都还没出的《骄阳伴我》已经被鹅厂也买下，与爱奇艺联播，好与不好，平台自己还没点数吗？玉骨遥收官后，各个相关话题火爆出圈，带石影看祖国大好山河的话题更是引得包括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几十家官方跟进宣传。德塔文也是连发3篇玉骨遥火爆暑假档的认证博文。文中说，玉骨遥作为暑期档古装赛道中的领头羊，播出全程备受市场瞩目。该剧以强势之姿入局，虽然无预热播出，但市场声量极其火爆，数据表现一路走高。初期德塔文景气声势迅猛，3日内破2，后续持续稳走，受众关注和讨论热情呈沸腾之姿。在超点后创下暑期档德塔文单日景气峰值，彰显其本身市场关注之所在。不仅连续2周夺得德塔文周榜的古装冠军，是当前古装市场的 TOP 1，更是目前整个7月古装的 TOP 1，综合表现高居古装市场头部。同时，该剧开播首日便层层突破热度大关，在7月18日达成2023年腾讯视频弹幕互动量最快破亿纪录，成为腾讯视频站内2023年电视剧弹幕互动量 TOP 1，站内站外无短板，一次次刷新纪录。文章还说，玉骨遥40岁以下的观众群占整个市场的86%，成为作品触达的主力军，在1线城市和新1线城市中的覆盖程度加深，印证了剧集囊获一批具有审美和新观念的潮流受众体，也意味着作品的长久活力。并且玉骨遥在3、4、5线城市的覆盖情况明显优于整体市场状况，可见其下沉市场的渗透能力强劲。文章也指出，玉骨遥在当前类型剧中较为突出的方面是其在爱情的温柔与因果之外，更赋予了极致的侠义精神，充分发挥了文娱作品的积极引导作用。玉骨遥的高品质呈现也将推动古偶制作质量和视效打造上的升级迭代。肖战饰演的石影作为该剧的核心，获得了业内外一致的认可和肯定。肖战被称为内娱具备了仙品古偶中的演技、颜值、身高、淡妆、原声、仪态6大美德的天选古偶男主。流量兼实力的肖战不仅扛起了收视，更扛起了头部优质艺人的大旗。玉骨遥凭实力说话，值得一看再看。